好了，奶奶，您别哭了，这哭坏了身子可不好。奶奶，您觉得这出戏如何？这个戏是不错，就是太苦了点儿。哎，这个戏叫什么来着？叫《丁郎恩仇记》。那个演丁郎的小生啊，唱功不错，做工也不错。奶奶，您有所不知，这位丁郎可是确有其人，这出戏也是真的。哦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丁郎是我朋友的一位亲戚，现在就住在我朋友家里。哎呀，这可怜的丁郎啊！奶奶，您想不想见见这个丁郎？也好，改天你把他带到齐府来，咱们好生的安抚安抚。好，那我明日便去请他来。奶奶，那你就不能伤心了。好。奶奶，我新寻得了好茶，一会儿让小巧姐跟着小喜去取。小巧姐烹茶的手艺，您是最满意了。等泡好茶，给您好好尝尝。好，行。小巧姐，随我来吧。那茶呀，可香可香了。是吗？您肯定会喜欢的。奶奶，见过老太君。起来，不必拘礼。起来，快起来。你就是戏文中的丁郎。老太君，丁郎是戏中人的名字，小生姓纪，叫敬堂。听你的口音，不像是本地人吧？我是江州人。江州人，人长得不错，名字也好听。就是你的命太苦了。昨天那戏看的呀，惹得我这个老太婆直落泪呢。你的爹娘死得也太惨了。老太君，他们杀害我爹娘的手段，比戏中的还要残忍。别难过，别难过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问问你，为什么不把真实的情况写到戏里，让大家都知道呢？戏班班主怕惹祸，只能真真假假、虚虚实实。况且我爹的冤屈，也不是一场戏可以说明的。戏说不明白，嘴能说明白吧？老太君，那戏里的周世彪是借刀杀人，可那江州的周世彪是用毒计害人，心狠，手更辣。他们为什么要缠着你家呢？江州城东有一恶霸，恶贯满盈，坏事做尽，而他的儿子周世彪，跟他比起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人称玉面郎君。我们家在城西经营着一家药馆，本来与他们周家毫无瓜葛，可万万没想到，还是被那恶人盯上了。那他们有何图谋？他们看上了我们季家的药馆，那是块生意兴隆的风水宝地。起初，只是派人出价收购，我爹爹一口回绝了。后来他心有不甘，便想出了一条丧尽天良的毒计。毒计？什么毒计？奶奶，您先别急，听他慢慢说。
好，你慢慢说。那恶人周世彪，一心想要我家的地，但是又不能从城东到城西去强抢，于是便挖空心思的陷害我家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在江州的大街上东游西逛，看到了一对乞丐母子坐在街头乞讨，心中突然冒出一个毒计。他别有用心地走到乞丐母子面前，说着乞丐母子的样貌像是他家一个什么远亲。一番花言巧语之后，周世彪让人把这个乞丐骗回家中，大吃大喝，让这个乞丐吃得好穿得好，犹如平地升天。这个乞丐在周世彪家中一住就是半年。有一天，这个乞丐公子偶然得了小病，周世彪便请了个郎中给乞丐把脉瞧病，开了药方。乞丐公子便拿着这张药方到我家的药店去抓药。为人朴实的爹爹，万万也没有想到其中有鬼。他按照药方抓了药，给了这个乞丐公子。公子，你拿好。谢谢少爷。之后，周世彪又派人偷偷将真药换成了毒药。乞丐公子喝下去之后，顿时七窍流血，一命呜呼。贩卖假药，谋财害命，跟我见官！怎么可能呢？我们季家药铺一向卖的都是货真价实的药。快走！周世彪让他的手下抬着乞丐公子的尸体到我家店门口大吵大闹。爹爹和他们理论，可是这帮恶人蛮不讲理，硬说爹抓错了药，害死了乞丐公子。他们不由分说地把爹拖进了衙门。收了周世彪贿赂的县官，用酷刑逼我爹爹招供。可怜的爹爹，蒙冤寒躯，惨死狱中。这个恶人丧尽天良，用无辜乞丐的性命嫁祸你家药铺，谋财害命。你刚才所说，都是从哪儿听来的？当年敬堂想去官府报官，却被那周世彪买通的狗官赶了出来。恰巧在门口遇到了那位乞丐老太，乞丐老太也觉得他的儿子死得有蹊跷，便去质问周世彪。这周世彪便派人在他的吃食里下毒，幸亏有个心善的小丫鬟提醒了他。老太知道周世彪要赶尽杀绝之后，便连夜逃走了。可这周世彪心狠手辣，竟派了许多人去追杀老太。老太受了重伤，眼睛也瞎掉了。他心有不甘，想去报官。途中我遇到了他，我带着他一路逃离江州，却不曾想，这周世彪派人连夜追赶我们。混乱之中，我与那老太走散。唉，善恶到头终有报。敬堂，你今日来，就算是我们有缘。这样，我送你一些银两，祝你日后去寻找那证人瞎眼老太，再去状告周世彪。若是我说出那周世彪的真实姓名，奶奶，这戏中的丁郎实是季敬堂，不过这戏中的周世彪嘛，是谁？禀告老太君，那戏中的周世彪不是别人，正是来自江州的柯世昭。你究竟是何人？我是江州季家药馆掌柜之子季敬堂，那柯世昭害得我家破人亡，请老太君替我做主，我说的话句句属实。这是我爹临死之前
亲手写的，连狱中的狱卒都动了恻隐之心，才将他转交给我。景堂报官无门，又与老太走失，丢了人证。听闻七老太君您有仁爱之心，又慈善公正，定不能让那柯世昭毁了您齐家的名声啊！于是我才斗胆来见您，求您给我个公正。原来他是来告世昭状的。既然这个案子他官府都管不了，又没有证人，我一个商户老太太更不方便插手。再说了，你刚才所说的也只是一面之词。天磊，在，你去取些银两送给他，让他好好回家。是。景堂感谢您的善爱，但景堂不为银两，只求替我父母还个公道。祝老太君福寿康宁，景堂就先告辞了。我去送送他。天磊，你是怎么认识那孩子的？有一天，他在咱们齐府大门口吵嚷，说着要见你，让您替他做主。结果引来了王胡子等人，将他暴打一顿。我与冰燕正好路过，将他救下。世昭在吗？他不在。那为什么你不早点告诉我？孙儿想，毕竟此事牵扯3条人命，又与柯表兄有关，不能只听信一面之词便妄言相信。还想等着查实之后再说也不迟。天磊啊，寂静堂的事情你不要再管了。世昭现在是在替我办事，办的都是我们齐家的大事。如果让他牵扯到官司，那受损的可就是我们齐家了。奶奶，这寂静堂家的冤情早晚都会真相大白。但是咱们齐府的大事，您还是尽快收回自己手中比较好。奶奶，这传说不可能空穴来风。这江州，我看也是个多事之地，会不会是因为柯表兄常驻江州，沾染了一些江州不好的风气，把厄运带给了咱们齐家呢？你不要胡说。孙儿没有胡说。若是咱们齐府没有厄运，为什么我的大哥会不明不白的一觉睡死？又为什么我的二哥会莫名其妙的被毒蛇咬死？为什么我的燕氏小妹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哑巴？为什么齐府上上下下会说我齐三公子活不够25岁呢？天磊，你不要再说了。奶奶，孙儿不是要吓唬你，是咱们齐府当真有邪气啊！你不要再说了。所以，
老太君信了吗？方才老太君找柯世昭问话，柯世昭出来只是神色坦然。根据推算，奶奶并不相信寂静堂所说的。捉贼拿赃，奶奶不信，我们就把证据摆在她面前。对呀，这寂静堂是受害者，奶奶不相信。但若是把瞎眼老太找来做人证，岂不是铁证如山？奶奶自然就信了。只是这老太太在山高水远的江州，我们被困在宅子里，出也出不去啊。我有办法。那太好了，我可以说。小声点，我的姑奶奶。天磊，奶奶来了。哎，别起来，别起来，快坐下，坐下。哎呀，你是不是旧疾又犯了？奶奶放心吧，没事的。一定是前段日子他太累了，累病倒的。奶奶不碍事的。最近天气闷热，孙儿胸口憋闷。早些年刘师傅在，都会带我去山林别院静养。今年师傅不在，身子也就虚弱些。哎，奶奶，要不就由我陪着天磊一起去别院小住几日。听天磊说，那里山清水秀，空气清新，或许对养病有好处。我怕，若是等着刘若谦师傅回来，天磊不知道要变成什么样子了。也好，要不这样吧，让你表哥派人送你们俩过去。奶奶，表哥他还要打理咱们齐府的生意，公务繁忙，就别再劳他费心了。有冰燕陪我，一切都会处理得妥妥当当。冰燕呐，那我就把天磊托付给你了啊！奶奶，您就放心吧。哦，对了，奶奶，我见燕生妹妹整日闷在房里，能不能把她也带上啊？那个别院清新又安静，方便她散心。行，行。小姐，就是那个，她是王胡子新招来的车夫。狗腿子！不急，将计就计。小喜，你跟燕生先走，记得去东街办事，一切小心。是。从东街走，出发。是。赶紧出发！去。停下！三少爷的补药还差了几副，我去药铺抓了带上，免得别院私下没有药铺，
耽误了三少爷养病。你们先等等。哎，兄弟，来，帮我看会儿马，我去拉肚子，好不好？一会儿就回来。快点啊！慢走。就按药方上的准备。好，这是您的药，5两纹银。哎，银子，谢谢。药抓好了。三少爷身子弱，受不得颠簸。你们啊，慢着点儿，咱们也不赶时间，压着点儿走。啊。慢着点走啊！去。我与三少奶奶在这内房当中养病，尔等不要打扰。你们便守在这大门口，住在偏房中即可。如有不听命的，待我们回府之后，三少爷禀明老太君，肯定会重罚，并且打发你们出府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搞定了，什么时候走？择日不如撞日，就在今夜，清风拂林之时。今夜怎么走啊？师傅在此别院还另有一条西径。小喜，你便安顿在此，按计划行事。明白，三少爷。没想到这个别院还有这么一条暗道，真精巧。哎，我都好久没出来玩了。那咱们这次就玩它个够。好，好看吗？好看。杨子，我这招偷天换日如何？还行吧，只是不知道可以瞒多久。是，所以咱们也只能将计就计，速速寻找证人夏言老太，然后赶紧回来才行。哎，我都好久没出来玩了，在你们齐府都要待烦了，这次出来得好好玩一玩。哎，你知道江州有什么好玩的吗？你想玩的应有尽有。那赶紧走吧。走啊，跟我比一比。行。去。这。
色太寂寥，忆起两人之俊俏，一阵相思空念你的妙。清风落嘴角，吹来愁绪红尘飘，一地思念纷飞后人扫。我要在青叶出逃，借月光皎皎，捕捉你的笑到天涯海角。君上夜色千万飘，和着思念熬，熬出缕缕情丝之间绕。我要在今夜醉倒，半月光皎皎，想念你的好一地动山摇。喝一口美酒良宵，和着相思谣，梦里和你一起等破晓。娘子别打！让你吓我！娘子，去那边，去那边。各位朋友，江湖九流聚兄弟，出门在外靠朋友。顺风耳千里眼，欲寻宝驹找马眼。这谁呀？原来是道上的朋友，有什么需要您说，但凡是我们知道的，必定告知。诸位兄弟，你们可否认识一位瞎眼老太，年约50岁左右？他的儿子也曾做过乞丐，还曾跟随贵人逍遥过一段时间，却在1年前离奇的死了。朋友，这单生意我做不了。酬劳可谈。你们不是江州人是吧？的确不是江州人士，但俗话说，在外靠朋友。请各位兄弟卖点面子，给些消息。朋友，我们只是来打听一点消息，并无敌意。方才这位兄弟说做不了，这做不了3字，况谓含糊。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，此事关乎诸位的身家性命。2位贵人睿智，我等不便趟这趟浑水，还请2位朋友莫要再逗留，离开此地。兄弟，你不便说，我们也就不问了。这些钱财，你拿着，给诸位兄弟分一分，买些吃食。此事我们说不得，不过2位可以试试去逍遥楼找二豹神，他法眼通天，只要银钱给的够，什么消息都可以在他那儿买到。多谢。